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鸠占鹊巢，所有人都在欺辱我，除了象辞，我们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。直到生日那天，我被迫跪在腐烂的蛋糕前，他们逼着我许愿。我看向象辞，我希望爱我的人永远爱我。象辞却笑了，他将烟头按在了我的身上。可是现在没有人爱你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人生中最痛苦的2天，分别是我的18岁生日和19岁生日。我18岁生日那天，父母把亲生儿子领回家，他叫象辞。我才知道，原来我并不是象家的女儿，我只是个用来掩人耳目的保姆的孩子。至此，我的生活一落千丈，我再也不是象家的千金了。所有人都可以欺辱我，他们指责我鸠占鹊巢，我被他们踩进了泥里。而我的19岁生日便是今天。此时此刻的我正被人死死压着肩膀，狼狈地跪在地上，脏水淋遍了我的全身。我麻木地看着面前腐烂的蛋糕，蛋糕和我都在散发着恶臭。有人重重推了我一把，许个愿吧，大小姐，快许愿，别墨迹了，还想挨打吗？我瑟缩了下，踟蹰着不知该说些什么。砰的一声，门被推开，象辞走了进来。我下意识松了口气，一见到他我便觉得安心。我望向他，犹如望向我的救世主。象辞却没有如往常那般迅速制止，他冷着脸没有作声。见状，我竟莫名有种不祥的预感。见象辞来了，周围人下意识收敛了动作，他们知道象辞会护着我，因此并不敢在象辞面前放肆。可象辞却像是对我的惨状视若无睹，他饶有兴致道：其实我也想知道你会许什么愿望。我下意识忽略心中的异样感，依恋地看着他。我羞涩道：我希望爱我的人永远爱我。空气中静了一瞬，所有人都知道我这句话是对谁说的，毕竟我正在和象辞谈恋爱。可象辞却笑了，他的笑容不复往日的温和，反而带着明晃晃的恶意。他一字一顿地恶毒道：可是现在没有人爱你了。我脑中轰的一声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告白被拒，我难堪的像是被人当众打了一耳光，众人却哄堂大笑。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挺过来的。这是象辞第一次参与到暴行之中。他吸了口烟，而后用力地将烟头按在我了的身上。3秒后，我的肩膀上多了一个圆形印记，这会是我身上的第17个疤痕。没了他的庇护，众人下手更是毫不收敛，他们把蛋糕揉在我的身上，我的脸上、头发上全都沾满了白花花的奶油。象辞冷漠地看着，眼中竟然满是快意。我想问为什么？明明这1年以来，他一直都在保护我，而我们已经在一起3个月了。我心脏抽痛着，控制不住的流泪。我靠，他哭了，他竟然真的哭了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众人好像看见了什么不得了的事，他们新奇地叫喊着，象辞却不为所动。这是我第一次在众人面前落泪，无论是1年前知道真相被赶出象家，还是这1年来被他们欺负的每时每刻，我都不曾哭泣。18年来，作为像是千金的高傲早就深深刻在我心中，无论他们如何欺辱我，我都不曾低头，更不曾流泪。可如今我竟然真的哭了，因为我知道真的不会有人爱我了。我的眼泪使得他们愈发兴奋，他们手上的力道更重了，他们拳脚相加。我咬紧牙关，却还是忍不住痛呼出声。我蜷缩在肮脏的地板上，透过缝隙对上了象辞的双眼，可他眼中温情不复，
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恶意。我如坠冰窟，自我有记忆的那天起，父母就一直对我很冷淡。小时候，我天真的以为是他们太忙了，忙得没有时间陪伴我。长大后，我又固执地认为他们只是不会表达爱，直到他们把象辞带回家，我才知道他们原来是会爱人的，他们只是不爱我而已。他们甚至连一天都等不了，甚至不愿意施舍给我一个开心的成人礼。在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那天，他们在众目睽睽下宣布了象辞的身份，他们高调地迎回了他们的亲生儿子，而我则无措地站在角落。我犹记得他们拉着象辞的手，和蔼地询问他想要什么生日礼物，而象辞看着我，轻声道：“我想要一个小蛋糕，我没吃过蛋糕。”此话一出，众人顿时向我投来谴责的目光，因为就在3分钟前，相父相母曾询问过我同样的问题，而我的回答是：我想要郊区的一套房子。两相对比之下，他们更加厌恶我，即使我只是天真的想要给流浪的小猫小狗们一个家。自那天后，我从做了18年的美梦中惊醒，所有人都对我避之不及，原本对我阿谀奉承着的人们也全都换了副面孔。被我拒绝过的追求者们恼羞成怒地嘲笑我，殴打我，即使我仍寄住在项家，相父相母却装作看不见我满身的伤痕。可我并不怨他们，因为我确确实实享受过了作为项家千金的红利，即使我宁愿这一切从未发生。所有人都在践踏我的时候，象辞却对我伸出了援手。我犹记得他呵斥着殴打我的众人，牵着我的手将我护在身后。我的记忆清晰，却又恍若隔世。他就像是一道光，照亮了我黑暗的18岁。我们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。可人怎么能这么无情呢？我不解他态度的转变。拳脚落在我身上时，我想了好久，才终于得出一个结果，那就是他从未爱过我，一直以来都是我在自作多情而已。或许他和别人一样，也认为我是偷走他人生的小偷。他戴上良善温和的面具，蓄意接近我，骗取我的真心后，又毫不犹豫地将其抛弃。而我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。我湿漉漉地站在项家门口，半个小时后，我推开了大门。即使我百般不情愿，即使我再也不想见到象辞虚伪的脸，可我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。我的亲生母亲早在1年前病逝，而我没钱租房。我推开房门，迎面便是一个烟灰缸砸来，我匆忙躲开，砰的一声，烟灰缸重重砸在门上，摔得4分5裂。你还有脸回来？向夫人怒气冲冲地走到我面前，甩了我一耳光。谁让你勾引我儿子的？向夫人胸口剧烈起伏着，俨然一副泼妇的模样。她一直都很端庄，看来这次是真的气得很了。我被她打懵了，脸上火辣辣的疼。这是她第一次打我。明明我和象辞谈恋爱的事一直都瞒得死死的，从未被项家察觉，怎么偏偏是在今天他们就发现了呢？我下意识看向象辞，他懒洋洋地靠坐在沙发上，笑得意味深长。我便明白了，只可能是象辞说的。我怎么养出你这么个不要脸的东西？果然，再优秀的教育都改变不了你那劣质的基因。相府也频频点头，一脸鄙夷。毕竟身上流着下等人的血，这辈子也只能当个下等人。我眼圈发烫，颤抖着手扯开衣领，露出肩膀上骇人的烫伤。我迫切地想要证明些什么。这是象辞。住口！向夫人猛地打断了我的话。你不会是想冤枉小慈吧？你觉得我会信吗？就算真的是小慈做的，那也是你欠他的。谁让你偷走了他的人生？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他们竟这么恨我。
原来他们一直认为是我偷走了向慈的人生，他们自作主张的将我和向慈交换后，又心安理得的把过错全都推给了我。我大脑一片空白，向慈这才慢悠悠的出声，可他字字句句都是在指责我。他说我勾引他，他的演技很好。此时的他一脸无辜，就好像跟我表白的人不是他一样。他轻易地骗过了相父相母，如同这1年来骗我那样。而后他话锋一转，轻声安抚向夫人，见亲生儿子如此懂事，向夫人这才缓和了脸色。他仍不忘警告我道：以后你离小慈远点，我可不希望他和不三不四的人鬼混。我攥紧了手，指甲深深嵌进了掌心。我涩声道：好的，阿姨，是他们让我改口的。认回向慈后，他们就不让我再叫他们爸爸妈妈了，因为他们怕向慈会伤心。自那天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家人了。自从高考结束后，我就再没花过向家1分钱。每天我都会到 KTV 兼职，今天也是一样。于是我便撞见了这一幕：灯光昏暗的包厢内，向慈怀里抱着一个漂亮女孩，那女孩坐在他的腿上，脸上泛着可爱的红晕。我们视线交错，下一瞬，他低头吻了上去。周围人都在起哄，见我站在门外，他们笑得更开心了。好恶心！我垂眸不愿多看，将托盘里的东西放下后就要离开。有人拦住了我，他染着一头扎眼的白金色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。跑什么？一看见他那张脸，我就下意识地瑟缩了下。平日里便是他欺我最甚，那些针对我的暴行中，10次有8次都是他作为主谋。在他对我表白却被我毫不犹豫地拒绝后，他便恼羞成怒地针对我，像疯狗一样一直咬着我不放。他满意地看着我的反应，把我扯到了向慈面前。不知是谁踢中了我的膝弯，我失控地跪在地上，他则是懒洋洋地坐在了沙发上，勾住了向慈的肩。他意味深长地看着向慈怀里的女孩，调笑道：向少爷这是有新欢了。原本他和向慈的关系势同水火，可自从我和向慈撕破脸后，他们的关系竟奇迹般的好了起来。向慈瞥了我一眼，并没有否认。他怀里的女孩一脸受宠若惊，那人笑得更开心了。他半真半假的试探道：既然这样，那不如把旧爱让给我。即使到了这种地步，我仍坚信向慈不会答应他。可能是因为向慈装得太好了吧，我漫不经心地想着。可向慈却笑了，他笑得邪肆，我的心高高悬起。他道：好啊。我猛地抬起头，不可置信地看着他。那人也没想到向慈会松口。短暂的错愕过后，他一把将我扯了过来，我被他压在沙发上。他不顾我的挣扎，撕开我的衣服。众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震惊到了。短暂的沉寂过后，包厢内的气氛瞬间到达了顶峰。他们起哄着，不停叫好，生怕事情闹得不够大，甚至有人举起手机录像：大小姐，看这边，看摄像头啊！而向慈则冷眼旁观。我挣扎着，死死抓住胸前的布料，男人黏腻滚烫的亲吻落在我的脸上，我几欲作呕。我伸手摸索着，想要抓住桌上的酒瓶，可却怎么都够不到。有人笑嘻嘻地将酒瓶移走了。明明处在一片喧闹之中，我却清晰地听到了皮带解开的声音。我真的怕了，我控制不住地发抖，甚至求饶。可身上的男人却不打算放过我。准确地说，包厢内的每一个人都不想放过我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只手却猛地掀开了男人，向慈一拳砸在那人的脸上。你他妈的！那人只愣了一瞬，而后便凶狠地回击。两人缠斗在一起，很快便被人拉开。向慈衣服乱糟糟的，
嘴角也添了一块淤青，脸色难看极了。而那人则流着鼻血，嘴里不干不净地咒骂着。向慈一把扯过我，将我带离了包厢。我尚未从惊吓中回过神来，就被他塞进车里。车速飙得很高，轰鸣着驶向黑暗。他像是忍无可忍，怒气冲冲地质问我：“你就不知道向我求救，就干巴巴地躺着等着他上，这算是恶人先告状吗？”我被他气笑了。将我推出去的是他，如今理直气壮质问我的也是他，我又有什么错？见我沉默，向慈更生气了。还有，见我和别人接吻，你难道不会吃醋吗？我发自内心的疑惑道。我为什么要吃醋？他毫不犹豫道。我们还在恋爱，可我们早就分手了。我补充道。从你把烟头按在我身上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已经分手了。短暂的沉默过后，他转头看向我，楚涵，他一字一顿道：“我不同意。”他气恼地看着我，全然没有注意到车外的景象。我呼吸一滞，猛地扑过去，握住了方向盘。砰的一声，跑车重重撞在路边的树上。医院内，向夫人急冲冲地赶了过来，还未等我开口，他便甩来一耳光：“小贱人，要是小慈出了什么事，你也别想好过。”说完，他崩溃地哭了起来。向父心疼地揽着他，对我呵斥道：“你这个扫把星，小慈跟你在一起准没好事。”我的心一点点沉了下来，我的胳膊折了，额角也带着可怖的淤青，可他们却视若无睹。我能理解，毕竟亲生儿子此刻就在手术室里躺着，而我只是个外人，他们忽略我也是情理之中。可这并不代表他们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冤枉我。毕竟，若不是我猛打方向盘，躲开了迎面而来的大货车，此刻向慈躺着的地方可就不是手术室了，而应该是停尸间。在向夫人悲痛欲绝的哭声中，手术室的门打开了，他们扑了上去，嘘寒问暖。无人在意的角落里，我毫不留恋地转身离开。既然他们都已经来了，我就没有继续留在这里的必要了。我回到了向家，不是我非要和他们住在一起，我巴不得跑得远远的，可我实在没钱了。我要攒下上大学的费用，自然是能省则省。租房的成本太高，我承担不起。1周后，向慈终于出院，大概是因为向慈已经和他们讲清了来龙去脉。一见到我，向夫人罕见地露出了尴尬的神色，她不情不愿道：“是阿姨误会你了，谢谢你救了小慈。”可紧接着，她便换了一副样子，高高在上道：“作为奖励，我们会继续把你当做我们的女儿。从今往后，小慈就是你的哥哥了。”她语气高傲，带着满满的优越感，像是施舍给了我天大的恩赐。我刚要开口，向慈却突然道：“我不想让她做我的妹妹。”她阴沉着脸，眸中似有乌云在翻滚，让人猜不透她心中所想。我嗤笑一声，转身就走，这样最好，反正我也不想让她当我的哥哥。向夫人在我身后怒骂：“难怪是下人的女儿，真是不识抬举。”可类似的话我听过了太多，我早就已经麻木了。我猛地摔上了房门，我的艳照被挂在了网上，罪魁祸首是方玲，也就是在 KTV 包厢内强迫我的白毛。他不知从哪里搞来了我的联系方式，并发送了好友申请，验证消息只有4个字：我是方玲。我一头雾水，不知道方玲是谁。我礼貌地询问后，他却恼羞成怒了：“你竟然不知道我是谁？这1年来，我天天都围在你身边打转，你竟然不知道我是谁？”他发来了一张照片，照片上赫然是我狼狈的模样。我被一只大手按着，脸深深埋在了水池中，而那只手上纹着一串阿拉伯字母。我不记得方玲是谁，
可我却记得这双手，就是这双手无数次紧握成拳，而后落在我的身上。看见照片后，我才知道，一直针对我的人渣原来叫做方玲。这很正常，我恨他们还来不及，自然也懒得去记他们的名字。方玲却破防了，她不停地辱骂着，而我则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删除键。可现在，我的照片在同学群里传疯了，直到事情越闹越大，班主任给我打来电话，我才知道这件事。照片内，我衣衫凌乱地被人压在沙发上，拍摄的角度很巧妙，并没有拍到我的脸，因此也并没露出我脸上厌恶的表情。只因发照片的人指名道姓地说这是我，同学们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相信，即使并没有拍到我的脸。我靠，楚涵玩这么花，是在 KTV 吧？她不会是公主吧？有可能啊，她是不是过惯了好日子，接受不了现在的生活，再用身体换钱啊？看来她那副清高的样子都是装的。甚至有人加我好友，询问多少钱能买我一碗。班主任则是痛心疾首地指责我自甘堕落、有伤风化。我解释了，却没有人愿意信我，我孤立无援。而方玲则是换了个号加我，明明隔着屏幕，我却仿佛能看见她小人得志的样子。怎么样，喜不喜欢我给你准备的礼物？我告诉你，我和向慈算是彻底结下梁子了。既然向慈喜欢你，那我就要彻底毁了你。我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。如果向慈真的喜欢我，那他怎么会舍得这样对我呢？喜欢一个人，应该是把那人放在心上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里怕摔了，而不是像他这样想方设法的想要耍我玩。我只询问道，怎样才能把照片删了？消息发出不过5秒，我就收到了方玲的回复，陪我睡一觉。其实方玲的手段很低级，作为 KTV 的员工，我毫不费力地拿到了当晚的监控片段，我直接将监控视频发给了方玲他爸。多亏他家世显赫，网上到处都是他家的信息，我顺藤摸瓜找到了他爸的联系方式。方玲又蠢又冲动，可他爸却不一样。他爸这种级别的企业家，将自家的名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况且，如果这段监控真的传了出去，方玲就彻底毁了。20分钟后，那些照片便消失得一干二净。3个小时后，被父亲教训一顿后的方玲亲自下场，在同学群里解释说照片是 AI 合成的。同学们不相信我苍白无力的辩解，却愿意相信方玲。至此，事情才终于告一段落。方玲的父亲还给我发来了一笔封口费，不过我并没有收。我不傻，如果我真的收了，那大概率会被当成勒索，我不会给他们留下把柄。深夜，我从浴室出来，却见向慈站在我的房间内，他面色阴沉地看着我的手机。我皱眉抢了过来，手机屏幕上赫然是我和方玲的聊天界面。我这才想起来，向慈是知道我的手机密码的。还未等我开口质问，他就一把掐住了我的脖子，将我灌在墙上。我痛得眼冒金星，他却毫不怜惜。你真的和他睡了？他猩红着双眼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露出这样一副表情，难道是觉得亏了？毕竟我虽然和他交往了3个月，可最亲密的举动也只限于接吻而已。想到这里，我恶心的不行，还真把我当成他的所有物了。我存心想要膈应他，因此毫不犹豫地承认。向慈崩溃了，他口不择言地骂我贱，骂我不要脸，说我是个人尽可夫的婊子。我平静地听着，直到最后，他才颤抖着声音道：“你怎么不来找我？”他好像很痛苦，可我不知道他的痛苦从何而来，我只觉得虚伪。
我疑惑道：“找你有用吗？明明你才是事情的始作俑者。”他下意识否认，是方玲把照片散播出去的，不怪我。我点点头，却道：“难道不是你同意把我让给他的吗？”他愣住了，我重重推开他：“别来指责我，你最没有资格了。”向慈愣了很久，一直到我不耐烦地赶他出去时，他才回过神来。抱歉，他看着我，眼底竟隐约带着悔意。我却并不相信他是真的后悔了，毕竟向慈最会装了。他谎话连篇，就像他真的没有吃过蛋糕吗？当然不可能。保姆怎么敢得罪向家？他只会拼尽全力的想要对向慈好。我们交换人生的18年间，向慈从未受到过虐待，也未曾穷到吃不起蛋糕的地步。毕竟像父像母，怎么会舍得自己的亲生儿子吃苦呢？他们一直在偷偷给保姆塞钱。向慈是在爱里长大的，而我梦寐以求的便是父母的爱。自照片事件后，方玲被关了半个月的禁闭。她刚一被放出来，就找来了向家。她笑得无害，任谁也看不出那阳光俊朗的外表下隐藏着早已腐烂的内心。他谎称是我的同学，向夫人并不清楚我们之间的弯弯绕绕，只知道他是方氏集团的继承人。他一边鄙夷我攀高枝，一边温柔地笑着，指出我的房间。方玲敲响了我的房门，我毫无察觉地开门，待看清门外那人后，已经来不及关门了。方玲挤了进来，啪嗒一声，房门被他落了锁。那只有着纹身的大手掐住了我的脖子。妈的！大手不断收紧，空气越来越稀薄。我拼命拍打着他的胳膊，却如同浮游撼树。不是喜欢告状吗？我看你怎么告状！他神色狰狞，如同从地狱爬出来的修罗。我被他灌在床上，还未来得及呼喊，我就被他死死捂住了嘴。我看你这下还怎么跑！我挣扎着，他毫不犹豫地甩了我一耳光。趁着他解扣子时的空档，我高声呼救：“救命！”片刻后，门外传来奔跑的声音，砰的一声，有人重重踹在门上。滚出来！是向慈的声音。见事情败露，方玲干脆摆烂了，不再捂住我的嘴，任由我拼命呼喊。因为他知道门外的人进不来，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我告诉你，老子早就不喜欢你了。他咒骂着，却红了眼眶。我直犯恶心，早就不喜欢我了。那你手上怎么还纹着我的名字呢？方玲愣住了。没错，那串阿拉伯符号翻译过来后，赫然就是我的名字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嗤笑一声，好歹我也是当了18年的富家千金，对其他语言有所涉猎，难道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吗？方玲涨红了脸，恼羞成怒道：“那是之前纹的，我早就……那你怎么还不洗掉呢？”被我戳穿，方玲破防了。屋外的踹门声仍在继续，混杂着向夫人的尖叫声，一片混乱。终于，向慈一脚踹开了紧锁的房门，他将方玲扯到地上，拳头砸在方玲脸上。他下手的力道很重，方玲被他打得满脸是血。方家最疼爱的小孙子在自己家出了事，向夫人吓得不轻，竟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顾不上了。他尖叫着，指挥保镖将他们分开。方玲被送到医院抢救，一群人乌泱泱地跟着离开。一时间，房间内只剩下我和向慈。他冷眼看着我，还不等我道谢，他就突然开口道：“我真是小看你了，竟然敢把人带到家里来。”我满脸问号，他却死死钳制着我的手腕，咄咄逼人。既然都把人搞到家里来了，怎么又突然反悔了？是嫖资没有谈好吗？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人不是突然间烂掉的。他如今这样恶意揣测我，只能说明在他眼中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人。
我突然觉得心好累，我不欲再与他争辩，只想快点逃离这一切。半个月后，我就会去市上大学，再不会回到这里。和他纠缠只会浪费我的时间。于是我只道：关你什么事？向慈猛地沉下脸，明明差点被侵犯的是我，可他却是一副气得要死的模样。我不知道他的怒火从何而来，我也懒得去揣测他的想法，我只想让他滚得远一些，再远一些。我重重甩开他，转身离去。方家对向家展开了猛烈的报复，即使这件事是方玲有错在先，可向家却没有证据。毕竟我的卧室不是 KTV， 我不会在卧室里安装监控。心疼儿子的方家如同疯狗一般咬住向家不放。向父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，他忙得焦头烂额，脸色也越来越难看。而向慈也一改往日的乖巧形象，整日不着家，整个别墅都笼罩在一层乌云之下。直到今晚，向父忍无可忍，坐在沙发上等待向慈，一直到凌晨2点，向慈才醉醺醺地回来。他只扫了向父一眼，就晃晃悠悠地想要回房。向父怒不可遏，一巴掌甩在向慈脸上。这是向父第一次打向慈，向夫人尖叫一声，拼命护着他的宝贝儿子。你打小慈做什么？向父气得胸口剧烈起伏，他指着向慈，看你做的好事，你做事之前能不能考虑一下后果？你怎么能为了一个赔钱货去得罪方家？赔钱货指的自然是我。向夫人则呜呜地哭着，儿子你糊涂啊，就算让他跟方玲睡了，又能怎么样？至于为了他赔上向家吗？我冷笑一声，当然不至于赔上向家，他只是在夸大其词。毕竟向家实力雄厚，即使是方家也不能轻易扳倒。向慈没有说话，只用那双浓墨般的眸子紧紧盯着我，而我面色平静，就好像他们说的不是我一样。我并不想再继续欣赏这场闹剧，更不想站在这里听他们指桑骂槐。我没再理会他们，径直回了房间。深夜，我猛地从梦中惊醒，我闻到了一股浓重的酒精味。房门大敞着，只见一个高大的黑影立在我的床边，是向慈。他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像是紧盯着躺在他掌心里的猎物。我打了个寒战，他却像是被刺激到了，猛地扑上来，握住我的手。对不起，他沙哑着声音，被酒精麻痹的大脑还不甚清明，断断续续地控诉着。而我也终于在他有些颠倒的语句中拼凑出了他欺骗我、戏弄我的原因。竟是因爱生恨吗？他早就认识我，因向夫人思念儿子，他不止一次地以保姆孩子的身份来到向宅，他也不止一次地见过我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曾对我表白过，可我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你当时甚至都没有看过我一眼。他自嘲地笑了。知道自己是向家的孩子后，我其实很开心，因为这样就有更多接近你的机会。可你怎么能忘记我呢？向慈的脸上突然写满戾气。你怎么这么无情？我简直要恨透你了。我想要你也尝尝这种滋味。我冷眼看着他，即使到了现在，他也仍不悔改。向慈神色偏执疯狂，透露着与年龄不符的狠戾。他仍觉得自己没有错，字字句句都是在控诉我的无情。可到向家做客的人很多，我要记住每一个人吗？至于表白，在没有失去向家千金的头衔时，我从来都不缺少追求者。即使是现在，也仍有许多人因为我姣好的容貌而对我前赴后继。我又为什么非要记住他呢？况且面对一个只见过2次面的就对我表白的保姆的儿子，我很难不怀疑他别有用心。面对向慈口中因爱生恨的虐恋桥段，我只觉得讽刺。
向慈远没有他叙述的那样无辜，也并不是因为我忘记了他才想要报复我，不然他也不会特意选在我成人礼的那天高调的认祖归宗。他睚眦必报，从我拒绝他开始，他就一直在蓄意报复我，而我再也不会被他骗了，所以我只冷漠道：从我的房间滚出去。他不为所动，偏执地盯着我。我点点头，好，那我去睡客房。我起身就走，擦肩而过的瞬间，他一把抓住了手腕。你喜欢我以前的样子，对不对？他语气激动，隐隐透露着癫狂。我可以接着装的，我们当一切都没发生过好不好？你原谅我好吗？我真的错了，我再也不会把你推给方玲了，任何人都别想把你从我身边带走。一听到他提起方玲，我顿时像吞了10000只苍蝇那般恶心，可他却毫无察觉。我甩开了他的手，我们之间再无可能，是他亲手把我推进深渊，我怎么可能会原谅他呢？这世界上的男人多了去了，他凭什么认为我会在一棵树上吊死？我从不吃回头草。经过昨晚的事后，向慈像是终于良心发现了，他手段狠辣，对一直欺负我的那几个刺头展开了猛烈的报复。他们被治得服服帖帖，再不敢招惹我。向慈一脸得意地向我邀功，我却没有如他想象中的那般对他感激涕零。我这才知道，原来向慈是有能力阻止他们的暴行的，可先前的他却毫不作为，只借着这些事频繁地装出一副救世主的模样，而后骗取我的真心。在他的刻意纵容下，其他人愈发猖狂，他又何尝不算是加害者呢？这样想着，我也就这样说了出来。向慈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他没想到我竟然戳破了他的小心思，许是因为心虚，他开始频繁躲着我，这正合我意。只要再坚持几天，我就能彻底远离这座城市。而在离开这里前，我要送给他们一份大礼。我将那段监控视频发到了网上，视频里清晰地记录着方玲强迫我的那一幕。这条视频一经发出，立马变上了本地热搜。可惜的是，视频很快便被压了下去。方家的手远比我想象中的伸得要长。方玲的父亲亲自打来电话质问我：都帮你把照片删了，你还想怎样？我轻嗤一声：删掉照片就能抹平我受到的伤害吗？我想要的从来都只是一个公道，可这种高高在上的资本家怎么可能会理解我呢？他在电话那头破口大骂，我面无表情地按下录音键，刚一挂断电话，我就把录音发在了网上。虽然方家一直在竭力压下热度，但仍有不少人注意到了这件事。我趁热打铁，把方玲闯入向家并意图侵犯我的事也发了出来，网上一片骂声。方家却紧急发布声明，澄清说这一切都是我在胡编乱造，他们要我拿出证据。网友们也被引导，纷纷跑到我微博底下骂我污蔑人，跑到你家强迫你，太扯了吧？就是啊，我可不信方玲有这么大的本事。甚至还有方家找来的水军煽风点火，猜测说之前的监控视频也是 AI 合成的。面对铺天盖地的恶评，我冷静地拨打了报警电话。我到底是不是在胡编乱造？警察叔叔自会判决。向慈却不知道我报警了，他给我发来一段视频，视频赫然记录着方玲闯进我房间，而后意图侵犯我的那一幕。视频的拍摄角度很奇怪，我猛地抬头，对上了布偶熊可爱的眼睛，那是向慈之前送给我的。我拆掉玩偶的眼睛，里面果然藏着一个针孔摄像头。我早知道向慈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，可我没想到他竟然疯到在我的房间装摄像头。
向慈的消息弹了出来，他迫切地想要求得我的原谅，我们复合好不好？我可以帮你搞垮方家。我被他气笑了，不可能。为什么？我都已经把证据送到你手里了。他天真的以为我会因此原谅他，可我只觉得恶心。小熊是他在3个月前送给我的，他至少偷窥了我3个月，而如今他却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帮了我，想要继续扮演救世主的角色。我毫不犹豫地拉黑了他，视频是他主动发的，我没告他侵犯我隐私就已经不错了，还想和我复合，门都没有。我坐在卧室里，等着警察叔叔前来取证。有人敲响了我的房门，门外传来向父的声音：“小韩啊，你开一下门，我把迁户口所需的证件给你。”我并没有起疑，因为我最近的确在准备迁户口的事。我要和向家彻底断绝关系，自然也不会和他们继续待在同一个户口本上。我推开房门，门外却不止向父一人。等我反应过来想要关门时，却已经来不及了。方玲挤了进来，向父揉了揉眉心，叮嘱道：“我替你看着，过了今天，这件事就彻底翻篇了。”方玲皮笑肉不笑道：“当然。”我抓起手机，想要拨打报警电话，他却将手机抢了过去，而后砸在墙上，手机摔得4分5裂，而他也扯住了我的头发，砰的一声闷响，我的脑袋被他重重灌在墙上，鲜血缓缓流了下来。可他犹不解气，他脸上满是煞气，阴恻恻地咒骂着，对我拳脚相加。而向父就站在旁边，他抽着烟，冷漠地看着这一切。妈的，我让你搞老子！方玲举起凳子砸在我身上，还真以为能扳倒我吗？你也太天真了吧！他嚣张地笑着，全然不知警察即将到来。我头脑发昏，浑身上下传来剧烈的痛感，可我却想笑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有人敲响了向家的大门。向父一脸警觉，他示意方玲别出声，而后走去查看。2分钟后，他慌乱地跑了回来，是警察。方玲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：“你报警了？”他的视线落在碎裂的手机上。怎么会？我快意地笑着：“早就报警了，只是你们刚巧撞上了而已。”方玲脸都绿了，敲门声愈发急切。方玲死死捂住了我的嘴。向父则是跑去拖住警察，他谎称我不在，家里只有他一人。可门口的鞋子暴露了一切。警察冲进了我的房间，发现了伤痕累累的我。我被送往医院抢救，向父和方玲则被带走调查。清醒后，我将向慈偷拍的视频作为证据上交，证据充足，方家再也保不住方玲，他被捕入狱。而向父作为殴打我的主谋，自然也面临着牢狱之灾。这件事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，证据摆在眼前，网友们终于相信了我的话，他们纷纷涌到像是何方氏的官博下辱骂，甚至有热心群众寄去花圈和刀片，自发围在方家和向家的门前抗议。向夫人吓得连门都不敢出。他如阴沟里的老鼠一般，人人喊打。爆出这样的丑闻后，投资商们也纷纷取消了何方、向2家的合作。方玲的父亲忙得焦头烂额，却也无事于补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有人举报他偷税漏税，有关部门突击检查，果然发现了关键性证据，涉事金额竟高达3个亿。方父正面临着牢狱之灾，而由于向父入狱，向家竟是倒得比方家还要快。一夜之间，向家风光不再，直接宣告破产。向夫人背负着巨额债务，精神崩溃，她接受不了自己成为下等人的事实，于3天后跳楼自杀。而向慈则是疯狂地寻找我的踪迹，可我早就跑到了这市。
即使向慈的手伸得再长，他也终究只是个19岁的少年。没了向家的庇佑，他这辈子都不会找到我。他背负着巨额债务，余生都只能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。而我则踏入了大学的校门，开启了新的人生。1年后，我盯着手机上向慈割腕自杀的新闻出神，室友张天天一把拦住了我的肩膀：“看什么呢？这么出神？”我将手机转过去，3个脑袋立刻凑了过来。片刻后，他们爆发出剧烈的欢呼声：“太好了，真是大快人心！死得好，死得好！这种人渣就该死！”张天天坏笑着，突然关了灯，寝室内顿时陷入一片黑暗，唯有桌上的台灯散发着昏黄的光。室友赵小艺点亮了蜡烛，他催促着，眼睛亮晶晶的：“快许愿，快许愿！”我闭上了眼，我希望爱我的人永远爱我。他们哈哈大笑：“那当然啦，我们永远爱你。”我吹灭了蜡烛。故事完。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高考结束，突然得知和我约定了要上同一所大学的男朋友放弃了最后一门英语，我情绪崩溃地问他为什么不在意自己的未来。他和我解释，考试路上救了一个女孩子，后来我出国留学，他冲到我家楼下，流着泪问我能不能等等他。我拿着心仪大学的 offer， 笑着对他说：“说过不回头，就不要后悔了。”高考结束的晚上，我在家里抱着冰淇淋和闺蜜笑笑语音聊天。笑笑试探性地问我：“为什么江南今天下午没有考英语呀？”我吓得没有拿稳冰淇淋勺，掉到了地上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江南没有考英语呀？别开玩笑了，江南那么稳重的一个人，不会拿高考开玩笑的。你不知道，你男朋友弃考了，你不知道。笑笑发了一个震惊的表情包，我还以为你知道原因呢。这是真的，江南今天的英语弃考了，主任气的都去他们家找他了。我挂掉电话，冲向隔壁的江南家。打开门就看见江南父母和他正面对面坐在客厅，气氛很严肃。听到动静，他们都回头看我。江母努力扯了扯嘴角，露出一个疲惫的笑容：“戴戴来了呀。”我努力平复着激动的情绪：“叔叔阿姨好，我来找江南。”江南把我带进了他的卧室，一关上门我就忍不住了，抓着他的袖子问：“江南，你在开玩笑对不对？你没有弃考的对吗？”江南低着头不说话，任由我扯着他的袖子。看着他沉默的样子，我的眼眶开始泛红。江南，为什么呀？我们约好得上同一所大学的。眼泪开始往下淌。我们努力读了这么多年的书，结果你弃考，为了什么呀？江南用愧疚的眼神看着我，一句话不说。吼着吼着，我突然想发笑。弃考的明明是他，把未来丢在脑后的也是他。他站在那里无动于衷，我却比他还要激动。江南，你总是这样，对什么事情都无所谓。我抬起头，使劲眨着眼睛，努力不让他们滚落。我一直都想问你，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？我们之间的关系你放在了心上吗？江南像是被人掐住了嗓子似的艰难开口。沈代，我突然不想听他的解释了。这么多年了，他一直都是一副对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。江南是一个很慢热的人，我一直都知道他做事慢条斯理，我却风风火火等不了一点。以前我们就因为各种原因吵架，我在一旁歇斯底里，他就坐在那看着我生气，结果最后受不了，假装无事发生，和他道歉的还是我。但这一次不同，这次是高考，我真的不知道除了父母亲人，有什么事比高考还要重要。我以为他和我一样，把未来看得比什么都重，
但他不是，拿自己的未来开玩笑，我没办法理解。我是在我们冷战几天后才知道江南弃考的原因的。说起来很狗血，他在考试的路上帮助了一个救人被讹的一个女孩子。笑笑和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露出了苦笑。他是见义勇为，但他因为这个错过了高考。笑笑提醒我，听说江南救的那个女孩子挺漂亮的，柔柔弱弱的小白花长相，人还在医院，你有空去看看她。我想了想，点头答应，应该的，我明天就去买点礼品去探望她一下吧。选礼物的时候，我错过了笑笑眼睛里的欲言又止。很多年后再想起来，我都无奈于自己的愚钝。到了医院，令我惊讶的是，江南也在。我听说他没有报名复读，这几天我也不愿意接他的电话和信息，没想到他在这儿。江南正坐在那个女孩子的床边，给她削苹果。他们正在讲着什么，好像讲到了什么有趣的地方。那个女孩子的脸上满是生动的笑容，江南的嘴角也是难得的微微往上扬。我在门口看了一会儿，然后象征性地敲了敲门。江南看见我，放下苹果：“沈代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我走进去，放下手里的保温壶，这是江阿姨煲的汤，她让我带过来给乔浅喝。乔浅就是江南救了的女孩。我转过身，看见躺在病床上女孩，小脸苍白，一看就是伤得不轻。听说被讹的人被拆穿之后，开车狠狠地撞了她。她是个善良但是愚蠢的女孩。我在心里默默评价，因为如果是我只会打电话拨120，而不是自己上去扶陌生人。我带着笑容和她打招呼：“你好，我是江南的女朋友沈代。”给她盛出一碗汤，端到床边：“乔浅，这个是江南妈妈炖的骨头汤，你快尝尝。阿姨说失血要多喝补气血的食物。”乔浅露出了虚弱的笑容，替我谢谢阿姨。后来我没再去医院看望过乔浅，因为看见她的每一次都会让我想起江南放弃高考英语的事情。我的心里就像是有一道铅笔划过手心那样，印记很浅，但是如鲠在喉。但是听说江南几乎天天去，笑笑试探性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我。应该的，毕竟好人做到底嘛。我没做他想，合上了买来预习的书，问笑笑：“高考成绩是今天早上9点出吗？”“对，到时间了，快打开电脑查。”提到时间，笑笑开始变得紧张。我考得非常好，全省第3，山大医学院完全没有问题。笑笑考得也很不错，超一本线60分，也可以报考他想要的学校了。至于江南，我没问，但是笑笑替我打听了，他的总分刚超出一本线，如果加上英语，他的成绩能和我一样，在全省名列前茅。可是他弃考了，不能想了，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再想只是不断内耗自己，这是我从小就知道的道理。最后，我被成功录取了山大医学部。江南没有选择复读，而是去了我们当地的一所普通大学。我们之间的距离隔着2个小时的飞机。开学那天是江南送我去的。父母看出了这个假期我们2个之间的隔阂，有意让我们2个修复感情。他陪我注册，拿钥匙，帮我打扫寝室卫生，铺床。到晚上，我们一起在山大的食堂吃饭，是食堂的自选菜，味道非常不错。江南还特意去买了我喜欢的水果捞。代代，对面的江南叹了一口气，放下筷子，叫我的名字。我抬起头，眼泪把米饭打湿。对面的江南拿出纸巾，给我一点一点擦去脸上的泪水。今晚我们就要分别了，10几年了，我们从搬到对门以来，从来没有分开过。
和他相伴的日子，我早就习惯了。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的生活会是没有他的，可是就差一点点。本来我们是要上同一所大学的呀。我经常会给江南发信息，告诉他军训好痛苦，把我晒黑了好多。今天上了什么课，老师布置了好多作业之类的话，他通常只看不回，或者只回几句简短的话，比如哦之类的。我知道他一向是这样的性格，话虽然少，但是对我的关心一点不少。如果看到我说不舒服，或者生理期到了，他就会请跑腿给我买止疼药，然后给我点一碗热热的粥。但我们也不是一直都这么甜蜜的，有的时候我的信息他一直没回，或者视频的时候他说不了几句就要挂断，我就会很生气。江南哪有这样谈恋爱的？江南一般会当时就和我道歉，和我解释他的学业很忙，还参加了什么竞赛，但那之后又恢复原样。冷战了几次之后，我自己也烦了，不再揪着他回不回信。我开始每天只给他发一条晚安，如果他不回，我就关机睡觉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发现没有他的生活，我也过得很充实。有的时候我在反思，是不是自己太无理取闹了？我知道江南一直是个非常上进的人，可能他也后悔自己的高考发挥失常，所以大学让自己变得更加忙碌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很快，国庆假期到了，想到我们冷战了那么多天，我又不知道怎么和他道歉，于是便偷偷买了飞机票，打算飞回去看他，给他一个惊喜。就在出发之前，我二阳了，难受地躺在寝室的床上，喉咙痛得像是刀割，太阳穴的神经一跳一跳的痛。爸爸妈妈打电话问我国庆回不回家，我用虚弱的嗓音告诉他们我不回去了，发烧不舒服，只能躺在寝室。妈妈很担心，但她要上班，没办法请假，就拜托江南来学校看看我。江南买了最快的飞机票，飞来了北京。我躺在床上，不知道他是怎么说服宿管阿姨放他上楼的。那天下午，我一睁眼，看到的就是江南在给我换敷额头的帕子。江南，我怀疑是自己发烧烧糊涂了，产生了幻觉。江南没好气地翻了一个白眼，发烧也不和我说，如果不是阿姨没空，拜托我都不知道自己的女朋友生病了。他难得说这么长的句子，我闭着眼睛笑出了声，然后就有人在我的脑门上轻轻弹了一下。我扶你起来，穿个外套。宿管阿姨只允许我上来待一会，晚上我们出去住。江南订好了酒店，是一个双人间，他强迫我躺在床上休息，自己出去买了降温贴还有一些食物回来。我看着桌上的白粥和素包子，兴致不高，就不能吃点有味道的东西吗？我的嘴巴吃药都吃得发苦了，发烧的人还挑剔起来了。江南没好气地瞪我一眼，看着我不情不愿的样子，他拿出另一份白粥，我陪你喝，还不行吗？我笑嘻嘻地点头，这还差不多。看着江南为我忙前忙后，我感到超级幸福，想着我们还要这样过一辈子呢。但没想到的是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这么亲近。转眼我们升了大二，和江南上了不同的大学之后，我们的课程设置不同，相同的是两个人都很忙，连视频都没多少时间打，基本上都是每天微信聊几句，分享一下日常。我后知后觉地发现江南更加冷淡了。以往给他发信息，虽然他也不怎么回答，倒不至于每天只给我发一条这样的话，他的回信还是出现了表情包。本来我还没在意，是有一次我把我们的聊天记录黑笑笑看，笑笑一眼就发现了。戴戴，这个 Lupe 是你最近喜欢的吗？
我最近在准备期中考，根本没心思关注这些。不是啊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。笑笑提醒我，我觉得不太对。江南不像是会自己找表情包的人，可能看我脸色不对。笑笑又急忙补充，也有可能是他有一个同性恋的室友，哈哈哈。但是我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。每天各种群那么多信息，随便哪里都能保存表情包，我觉得是个挺正常的现在。况且我太忙了，忙着实验、竞赛，还有学生部门的各种活动，没心思去在意江南又收集了什么新的表情包。直到圣诞节当天，走在街上，看着周围亲密的情侣，我突然很想见江南。于是我买了最近的一趟航班，飞向他的城市，打算和他一起过一个节日。给门卫大叔看了我的学生证和身份证，再三和他解释我是来找男朋友的。大叔笑眯眯地给我指了实验室的方向。年轻人就是浪漫。带着礼物站在江南实验室的门口时，已经很晚了。我一路上都在想着要怎么吓一吓他。实验室的人基本上都走了，我看到一个女孩躺在休息的沙发上，好像是身体不舒服的样子，手一直按在小肚子上。江南递给她一杯热茶，脱下自己的外套盖在她的身上。来例假不舒服的话，今天就提前回去吧，这里的数据我一个人收集就好。他接过还在冒热气杯子，嘟着嘴说，可是这是我们2个的实验，什么都让师兄一个人做多不好啊。江南失笑，又把书包里的厚围巾拿出来，那就多盖一层，注意保暖。那个女生应该是他的师妹。他喝了一口热茶，接过围巾，再说了，师兄，这是我们唯一能单独待着的时间。我看见江南明显的沉默了，然后抿了抿嘴。他站起来，抬头就看见站在门口的我，我的手上还捧着准备送给他的礼物。我看见他的微笑僵在了嘴角，我尴尬地提着礼物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我还在想江南给他的那条围巾，是我上个月跟着视频博主一针一针织出来送给他的礼物。那是网上很火的秋天的第1条围巾，因为觉得非常有意义，所以我在忙碌的课程中还是抽出了时间给他织了这条围巾。笑笑说我在感情上太迟钝了，当时的我还笑着回答他说，还好我有江南，不需要那么敏锐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似乎从江南放弃高考英语的那一天起，我们之间就越走越远了。面前的江南只用了一瞬间就调整好了表情，向我走过来。沈代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他想要接过我手里的包和礼物，但我下意识地躲开了。江南的手僵在了半空中，是沈学姐吧？江南的小师妹还拿着那条围巾，站在了江南的身边，脸上挂着甜甜的笑容，对我伸出了手。学姐你好，我是乔浅，我们见过的。以前我医院里的时候，学姐还来看望过我，不知道学姐还有没有印象。乔浅，她说她叫乔浅。我仔细地看着她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她。2年前江南就是为了救她才错过的英语考试，2年的时间了，江南从来没有和我提起过。乔浅和他上了同一所大学，他们还成为了同一个导师名下的师兄妹。江南还是给乔浅放了假，催他回寝室休息。他抱歉地看向我，我还有一点数据需要记录。整个晚上，我就坐在乔浅躺过的沙发上等着江南。他在里面忙碌地记着各个数据，我没有玩手机，看着被随意放着的围巾发着呆。等到天边出现了鱼肚白，江南终于忙完了。他一边拖着白大褂，一边走出来，然后想起了坐在沙发上的我。你好久没回来了，我带你去吃早饭。他问我，
和面对乔浅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绪。面对他，江南是个温柔的师兄，但是面对我，他又变成了高冷的男友。我觉得好讽刺。江南带我走到了他的车子旁，我拉开门坐在了副驾驶上。没听你说过买了车？在一片沉默中，我尝试说点什么来打破尴尬。刚买没多久，看得出来。江南回答的也很生硬，我觉得很没意思，于是就闭上了嘴，安静地看着前面的路。这时，我看见了车上的挂件，是一个可爱的晴天娃娃。还记得高中看樱桃小丸子的时候，我也兴冲冲地做了一个晴天娃娃，想要挂在江南的书包上。我还记得他当时用无奈的眼神看着我，发现拒绝不了之后，乖乖地把书包掏出来让我挂上。后来，我在江南房间的抽屉里看到了那个娃娃，他和我解释说他真的不习惯这种玩偶，但是现在他让别人挂在他的车里。我的心里仿佛下了一场大雪，寒冷万分，也冻得我异常清醒。我盯着那个娃娃发了很久的呆，突然开口：“时间过得真快啊，乔浅也上大学了，还真要巧和你是同一所。”江南回答得风轻云淡，但紧紧握着方向盘的手泄露了他的心情。他向我解释，他去年高考，向我咨询报考的专业。我当时随口一提，也没想到正好他就被录取了。他像是在解释，可是说多了又觉得越描越黑，于是干脆沉默了下来。我也没有了追问的兴趣，把脑袋靠在车窗上，看着窗外的风景。我们两个人一起走在熟悉的街头，好像和高中一样，但气氛明显疏离得多。江南的手机铃声忽然响起来，是最近韩国一个女团很火的曲子的铃声，甜蜜的嗓音一遍又一遍地响起，手机一直响个不停。我喝掉杯子里的最后一口咖啡，把杯子丢进垃圾桶，然后回过头，若无其事地问：“没想到你会喜欢这种音乐。我们从小一起学习乐器，我是钢琴，他是大提琴。我一直以为他喜欢的是古典音乐，原来喜欢什么类型是分人的。”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但是都没有戳破。江南没有说话，我也没有继续纠缠这个问题，只是停下脚步，一直等到手机铃声唱完。我继续向前走着，没有回头看他。这条路很美，尤其是现在的季节，梧桐树的叶子随风飘落，一片一片。走到尽头，是很大的一个十字路口。每天都有很多人在这里告别。我停下脚步，等他追上我，然后踮起脚，把江南搭在脖子上的围巾摘下来，弯着眼睛对他笑：“江南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停下来等你了。从小我走路就很快，而江南喜欢慢悠悠地跟在后面。每次都是我走到路口，然后停下来等他。”江南这句话哽咽了一下。我从小就是泪失禁体质，没说几句话，眼眶开始泛红。我努力地把头抬高，不让泪流出来。我不想在他面前狼狈地流眼泪。我真的有想过要和你一辈子走下去的，可是我们对待一段感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。江南嘴巴微张着，好像想要说些什么。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，不要回头了。我当着他的面仔细地把那条围巾折好塞进包里，然后郑重地开口：“江南，再见。”刚分手的那一个月，我整个人的状态都非常差，学习和生活都不在状态。室友看不下去，偷偷给笑笑打电话讲了我的情况。他知道以后，特地从另一个城市飞来看我。笑笑来的那一天，室友们正在海底捞给我过生日。出门之前，他们3个人给我挑了很久的衣服，还帮我化了很漂亮的妆。坐在海底捞，室友教我把蛋糕托起来拍照，
拍完照，他们把手机递给我，我一眼就看见拿着礼物躲在我身后比耶的笑笑，是不是超级惊喜？他扑过来，使劲拥抱了我一下，祝我们小戴20岁生日快乐，天天开心。3个室友坐在对面，疯狂鼓掌拍照，我的眼泪没忍住流了出来。这是我第一次在没有江南的陪伴下过生日。我们一起长大，一起读书，20年里都是这样互相陪伴。我以为我会适应不了没有他的日子，但是我错了。我还有很好的闺蜜，有很好的同学，我还有很爱我的妈妈和家人。我正在全国最好的高校之一读书，我的成绩不错，身体健康。我才20岁，我的人生还有无限可能。我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女孩之一。一片泪光中，我扬起大大笑容，和大家一起热闹地切蛋糕。我还特地分了一块蛋糕给为我唱生日歌的服务员。生日当晚，我久违地发了一条朋友圈，开始迎业我多彩热烈的20岁。很多人给我生日快乐的祝福，我看见江南也给我留言，祝生日快乐，万事胜意。我当然会万事胜意。傍晚我躺在床上，看着这条评论，没有忍住，点开了他的头像，然后翻看我们过去的聊天记录。那个时候的我卑微的令人可怜，每天不落的早晚安，每日食物分享，还有走在路上看到的小猫小狗，我都回发给他，和他分享我的生活。但是他给我的回复只有寥寥几句哦，他给我的分享也是少得可怜。笑笑说得对，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，我爱得太卑微了，而他从来不愿意为了我低下头。但是我想起从前的相处，想起生病时他坐飞机来照顾我，想到走在马路上时他下意识的会把我护在身后，这样爱我的江南原来也会变心。我一直以为我们是世界上灵魂最契合的人，我们有一样的教育背景，有一致的人生目标。我以为我们的爱情注定天长地久，没有什么比学习更能令人安定。分手之后，我告诉所有人我已经放下了他，但在每一个深夜想起从前，我总是忍不住一个人偷偷流泪。我开始把全部精力放在自己身上，我努力地提高绩点，考语言成绩，坚持每天锻炼，过着无比充实的生活。我周围的桃花也开始变得旺盛。有一次在图书馆，我忘记带水卡，身边一个男生主动把水卡借给我，谢谢你，我加你微信转账给你吧。我礼貌地问他，沈代，你不记得我了？那个男生搞笑好笑地看着我，除了江南，我和其他异性的接触并不多。我被他看得耳朵通红，使劲在脑子里想着他到底是谁。给你个提示，口语班。也许看我久久不说话尴尬，他好心给了提示。我想起来了，他叫顾蔚然，是我口语班的搭子。但是前段时间我没有去英语角，就把他给忘记了。后来我们就在微信上开始聊天。顾蔚然是个很健谈的人，他有礼貌，知分寸，会开恰到好处的玩笑，也会时不时和我分享学校的美食。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近，甚至可以周末一起出去玩。他是本地人，带我打卡各种美食，去逛很多有意思的小店。我告诉他自己没有这么放松的玩乐了。顾蔚然故意皱着眉头说，难怪看你比第一次见的时候老了很多。我气得瞪眼，他马上伏低作小，给我买奶茶赔罪。说实话，和他待在一起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。我把这段经历告诉笑笑，快和他在一起呀！笑笑比我更兴奋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呀！我没忍住笑，人家什么都没说呢，万一是我自作多情了呢？再说了，我犹豫了一下，因为前不久
我收到了爱丁堡大学的 offer， 我很快就要走了，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经营一场没有结果的感情了。出国之前，我回家待了一段时间，隔壁住了新的一家人进去。分手以后，江阿姨通过我妈妈知道了真相，她不好意思面对我们，于是把这里的房子给卖了，全家搬迁。虽然江南不是个东西，但他爸爸妈妈人还是不错的。妈妈和我说道，可能不是在感情方面的话，江南也是挺不错的一个人。我一本正经地回答。看到妈妈脸上气急败坏的表情，我笑眯眯地补充，不过和我没有关系啊。妈妈的表情这才放松下来。妈妈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害怕我受伤的人。听我那么一说，她担心我还放不下江南，但是江南这个名字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了，我是真的把它放下了。他对于现在的我来说，只是一个有过一段不是特别美好的故事的旧人。高中的同学聚会邀请了我，我犹豫了一下就和笑笑一起去了。江南果然在那，我们坐得很远，并且一句话都没说。晚上在 KTV 唱歌的时候，笑笑去了洗手间，我在看手机，感觉到身边的座位凹了下去，有人在我旁边坐了下来，是江南。听说你要去英国读书了，他声音沉闷地开口。是的，我用对待陌生人的礼貌表情向他微笑地回答。真好，他好像喃喃自语地说，你也很不错。我听班长说你都自己开公司了。我其实没有刻意去打探他的消息，但是大学没毕业就开公司的同学太少了。班长晚上在酒桌上一直在拍他的马屁。我大二的时候就转了金融，没有学医。江南好像在和我解释，那挺好的。我看到笑笑回来，那祝你挣大钱呀。我在笑笑警惕的目光中朝他跑过去，他一把掐住我的手臂，瞪了一眼江南，拉着我走了。我知道江南是想和我说，他违背了我们初中的约定，一起上最好的医学院，成为有用的医生。但这也不是他违背的第一个承诺了。我不在意了，也许他未来会开公司，会赚大钱，但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有我的新朋友、新生活，还有即将要去的大学。我正在努力地实现着自己的每一个梦想。回到学校后，我和熟悉的老师朋友一一告别，大家都给了我很多祝福。笑笑问我，那你和顾蔚然说了吗？没有，我不知道怎么和他说，我很犹豫，但最后也没有联系他。和父母在机场告别之后，我独自一人坐上了前往异国他乡的飞机。坐在飞机上，想着1年没办法见到亲戚朋友，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。我用纸巾捂住嘴，害怕哭噎的声音影响到周围的人。哟，小朋友这是想妈妈了吗？一个熟悉的欠揍的声音在我旁边。我抬头一看，惊讶地叫出声，顾蔚然。他一屁股坐在我旁边的座位上，盯着我。沈代同学，我可不会再原谅你不告而别了。男主视角，高中期末考试之前，我们班和沈代班上进行篮球比赛，我是正式球员。沈代站在他们班的啦啦队里，突然大声喊：江南加油，江南最棒！我看到周围的同学气愤地朝他扑过去，但我的心里有一点点小小的窃喜。中场休息的时候，我在休息室看到了一个狗狗碎碎的背影，看出那是沈代的背影。我难得的好奇跟上去，发现他提着一大袋香蕉，偷偷放进我们班的休息室，而他们自己班上只有几瓶孤零零的矿泉水，胳膊往外拐。虽然心底清楚他这么做是为了自己，但这么多年的习惯让我还是忍不住站在他对面笑话他。比赛的结果当然是我们班获得了胜利。我们2个班
平时的关系就很好，大家闹哄哄的坐在烧烤摊点东西，围在一起聊天。这时沈代他们的啦啦队压着一脸无辜的他走到他们面前，叛徒！大家一起骂他买那么多香蕉不给我们吃一根。沈代捂着头，水汪汪的眼睛看着我习惯了给他吗？他那天穿得很简单，白 T 恤、牛仔裤、帆布鞋，头发扎了一个高高的马尾。快10年过去了，再想起沈代的那句我习惯了给他，我的心脏都一抽一抽的疼。那天回家的时候，沈代的书包带子断了，书本掉了一地。我嘲笑他这么多书，你还非要背单肩包。女生露出了愤怒的表情，这是我刚买的书包。华灯初上，我们2个人弯着腰满地捡着书。突然，我和他的手指碰到了一起。江南他忽然顿了顿，叫我侧过头看他。沈代抱着从地上捡起来的书，没注意到污渍蹭到了他的袖子上。他试图装得淡定地说：“那个，今天你们班同学都在问我们是不是在恋爱。”我想了想，开口回答：“如果他们下次再问你，你就说是的。”当时的我根本就不理解什么是喜欢，我只是觉得有沈代这样一个契合的人在身边很安心。如果自己的身边非要有那么一个女生，我觉得她是最好的选择。高考那天，我意外地救了一个女生，错过了最后一场英语考试。父母和老师愤怒地指责我。沈代知道消息后，冲进我的房间问我把高考当成了什么。我很重视高考，但人就倒在我的面前，我不可能见死不救。那个女生叫乔浅，她醒过来之后就一直感谢我。我看到她躺在病床上苍白的脸，突然想，如果是沈代的话，他一定很怕疼。乔浅很快康复了，唯一的后遗症就是从那之后，每到周末他就跑到我的大学的图书馆来做作业。我告诉过他，我有女朋友，我们感情很好。乔浅一本正经地回答我说，他知道，他读高3，基础打得一般般，偶尔问我几道题，都是在我看来很基础的问题，不像沈代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讨论的大多都是各类竞赛。乔浅总是说感谢我要请我吃饭，次数多了，我也会请他在食堂吃饭。20堂的糖醋排骨是我经常点的，我们两个人对坐着慢慢吃。乔浅总是说我点的菜超级符合他的口味。现在想起来，那种甜甜的菜是沈代最爱吃的，我总是下意识的就点了。学长，你们学校食堂的饭超级好吃。乔浅总是一脸笑容地盯着我，以后我也要考来，还要和你一个专业，那个时候你就我的直系学长了。别开玩笑。我皱着眉头，下意识地回答他，我学校又不是什么特别好的学校，你加把劲去更好的大学。后来乔浅如愿以偿地考进了我们专业，成为了我的学妹。平安夜那天正好是她的生日，我给她买了个水晶球，里面有一只麋鹿拖着圣诞老人。乔浅收到礼物，惊喜地捂住嘴巴。同她告了别后，我刚转身就停下了步伐，因为乔浅从背后抱住了我。为了庆祝圣诞，校园到处都挂着彩带和松果，不知道哪家店还在放着铃儿响叮当。很短暂的几秒过去了，又像是漫长到让人慌乱。他终于松开了手，然后转身跑开。自始至终，我和他谁都没有开口。就在此刻，沈代给我发来了短信，他说导师想让他出国交换2年，他在犹豫是否要去。我的手指停在和沈代的页面上，问自己，他真的爱他吗？那时的我根本不懂什么叫做爱情。沈代在我身边，好像已经成为了习惯。我甚至有一种冲动，想要把这个习惯从生活中给剔除。
我和室友决定一起做一个竞赛项目。乔浅不知道从哪个室友那里知道了消息，吵着也要加入。我拒绝了他，但是室友禁不住他的再三恳求，替我答应了下来。我虽然很生气，但还是没说出拒绝的话。乔浅在实验方面还是比较严谨，至少比我的几个室友强。大家一起决定的项目，他们经常摸鱼。说真的，我都怀疑他们是怎么考上的大学。有的时候我会想，是不是如果我高考没有放弃一门，我遇见的室友就会完全不一样。那天，我和乔浅在实验室等一组数据，他人不舒服，我下意识地把自己的外套给他了。以前沈代生理期的时候肚子疼，就会向我撒娇要害我的外套。我没有想到沈代就在外面，他站在门口看着我们，我开始感到心慌。沈代，你来了。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和他打招呼。身后的乔浅站起来和他问好，看见沈代越来越白的脸，我心里变得更加慌乱。把乔浅打发走之后，我们依旧相对无言。为了掩饰尴尬，我借口说要记录数据，躲进了实验室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和沈代去吃饭，坐上车的时候，我注意到车里的挂坠，应该是上次把车借给室友送乔浅回家的时候偷偷挂上去的。我确定沈代也看见了，但是他没有说话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我们俩在一起的气氛已经沉默成这样了。我在心里暗暗地想着，走在熟悉的街上，我试图说些什么，或者说解释一下我和乔浅的关系。可是还没有等我开口，我的手机就响了，乔浅自己设置的专属铃声。听到那个铃声，我下意识想把它摁掉，但是看见沈代清澈的目光，我不知道怎么说。我们两个就等着铃声结束。我看见沈代把被子丢掉，朝我走过来，我下意识地直起身，结果他只是把我身上的围巾摘了下来，然后和我说了分手。我该拒绝他的。10几年，我们都习惯了身边有着对方的陪伴，可鬼使神差的，我觉得分手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自由。我并不是那么喜欢他。扪心自问，平安夜的那个晚上，乔浅抱上来的那一刻，我的心里是否动摇过？继续在一起对他来说不公平。我同意了。在经过下一个红绿灯的路口，我下意识地把沈代护在里边，但他轻轻推开了我。江南，说好了分手就别回头了。和沈代分手之后，我老是把街上路过的人幻视成他。江南，乔浅不满地叫我，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听我说话？抱歉，我回过神，刚刚经过的女孩差点摔了一跤，她的背影太像沈代了。我下意识地想冲过去扶她，然后才反应过来，我和沈代已经分手了，我们之间没有联系了。乔浅和沈代可以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。高考前看到他，我觉得好像一株洁白的茉莉晃入心间，所以在分手后的某个晚上，我主动和乔浅告白了。特意约的西餐厅，音乐、灯光、鲜花，一切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。在告白之前，我从没想过他会拒绝我。乔浅轻轻推开我地上的红玫瑰，目光抱歉望着他，带着一如既往的无辜表情。对不起，我一直把你当成哥哥，我不敢相信你说什么，我怀疑自己听错了。乔浅重复说，将后续内容公众号胡800分号是男学长。一直以来，我都只是把你当成我的哥哥，我以为你也是把我当妹妹喜欢的。哥哥，呵，我们相处的2年，他故意弄脏了外套，然后撒娇要走我的大衣，披在身上回去。他实验数据做不出来，搂着我的胳膊求我，要我帮他。在同学面前，
他当着大家的面踮起脚，在我的耳边说着悄悄话，诸如此类。结果他和我说这是兄妹之间的相处，手里的玫瑰被我无意识地捏到变形。好一个师兄妹！现在想想，是我自己傻逼，是我傻到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。乔浅拒绝了我的表白之后，我并没有和他撕破脸。恢复理智之后，我观察他平时和我的室友，甚至我们助教的相处，几乎和我是一个方式。好一个乔浅，3天2头逃课的室友，满口大话的助教，还有一个拉胯的乔浅。这个实验做到一半，我就要求退出。当时的我是有多大的喊好心，才愿意带着他们一起打比赛。我没有和室友说乔浅的事情，一方面是觉得太过于丢脸，另一方面我想看看没有了我，这个队伍还能不能撑下去，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发现乔浅的真面目。我坏心地想着，我突然很想念沈代，不论是对同学朋友，还是对于当初的我，他永远是专一的。可是我没有脸再去联系他了。在我退出队伍之后，他们的实验果然没办法往下进行，甚至因为没有人帮乔浅兜底，他们被发现了数据造假。我冷眼看着他们几个人在导师面前互相推诿责任，试图帮乔浅找其他人的理由。好戏还没结束，又过了1周，那个助教给乔浅表白了，在寝室楼下，乐队、蜡烛还有单膝下跪。我靠在楼上阳台的窗户上，看着楼下的闹剧。乔浅先是假装感动地捂住嘴巴，享受着此时的众人的注视。我突然想把事情闹得更大，推醒通宵补眠的室友。我告诉他快下楼了，去看看，有人和乔浅表白呢。他果然受不了，一个翻身就往楼下跑。此时楼下到了小丑的环节，乔浅把花递回去，拒绝了那个助教。我看着他不可思议的表情，笑出了声。原来当时我也是这个傻样啊！乔浅就是有这样的本事，同时给我们都造成我们非他不可的错觉。助教试图拉住乔浅，询问他理由。这时室友冲下去了，最精彩的戏份来了，他们为了他大打出手。乔浅假装害怕地躲在旁边，用语言阻止他们。我鼠标的一下拉上了窗帘，这场小丑的表演不想再看下去了。第2天，我就和导员递交了转专业申请书。我的心性已经不适合读医学了，和沈代最后一个约定，我也没办法完成了。后来，我在金融专业读得不错，甚至用父母给的一笔钱创建了一个小公司。老师夸我，很多亲戚也和我父母说一些羡慕的话，但我觉得很羞愧。我就是一个逃兵。我因为新奇的刺激从沈代满满的爱意中逃开，又因为无法面对丢人的经历从医学院逃开。我的这一辈子都被打上了懦夫的标签。后来从母亲那里听说沈代被国外医学院录取，我光是听见他的名字，心脏像是被人攥住，狠狠地捏了一把的痛。他从小成绩就都很好，我回答，小学、初中再到高中，从来都名列前茅。她是老师们喜欢的乖乖女，是同学们眼里热心善良的同学。是我没福气，后来我的公司运营出现了问题，负债累累，把这么多年攒下的钱全投进去，才勉强赔完。我的睡眠出现了问题，我开始整宿的睡不着，或者说我不敢睡觉，因为每次入眠都会梦见过去的事情。我梦见自己重新回到了高考的那一天，我没有就乔浅，而是去考了英语，然后和沈代一起去上大学。大学里我们一起上课，一起做研究。沈代的笑声落在我的耳朵里，我甚至分不清这是虚拟还是现实。我看见自己站在校门口等他，他奔跑着，
满脸笑容向我飞奔而来，张开双手，我伸出去来准备拥抱他，结果抓到了一场空。我慌张地开口：“你在哪里呀？”但无论如何，我都发不出声音，没有办法和他说上一句话，哪怕是一句道歉。母亲把我推醒，她小心翼翼地问：“你还好吧？”自从创业失败之后，我卖掉了房子，搬回来和父母同住。他们一直担心我心理出现问题。我擦了擦汗，说：“妈，把你手机给我看一下。”母亲不明所以，但还是掏出手机递给了我。我拿到手机，点开了沈代的朋友圈，他早就拉黑了我，但还留着母亲的联系方式。沈代过得很好，他已经在读博士了，导师也器重他。他的最新一条动态是在伦敦，穿着魔法袍打卡哈利波特的取景地。好多年前我说好了要陪他一起去的，代那么好的姑娘，你还对不起她？哎，是我们家没福气。母亲看见我在看沈代的朋友圈，开始絮絮叨叨。我把手机还给她，倒在床上，是我的错。如果可以重来，我一定不会再错过高考，不会再辜负她。可是没有如果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